一直都在说地上文物看山西，其实山西的地下文物也不含糊。可以说山西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基本上你不管走到山西哪个角落，哪块黄土地上面，都有一段历史。在今天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城西南约5公里处，有一座毫不起眼的黄土台原，南方应该是叫做丘陵，现在看起来是格外荒凉。但是相传这里曾经是南北朝时期2个国家的分界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经常在这里爆发战争，是我国著名的古战场之一。既然是2个国家的分界线，那应该是有一座城池叫做玉璧，在1400年前这里贸易往来非常多，从而这个地方非常繁华。但是由于战乱各种因素，如今看到的就是大片黄土地和沟壑。这里就是玉璧古城的遗址，看到没有？文保碑2013年立的。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其实相当于这个古城的南门。一般以前的古城，它这里都是有城墙的。既然城门在这里，那左右2侧肯定是有阙楼。你看，这个就是遗迹，当年的城墙、阙楼这些，这个就是夯土，跟我们平时看的黄泥土完全是不一样的。也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相当于是夯实的。你看，1层、2层这样叠加上去，古代的城墙都是属于这样夯土结构的啊。玉璧古战场遗址所在，虽然当地人早有传闻，但是一直没有确切定论。直到上个世纪末，有专家经过长期研究，才确定玉璧古战场就在稷山县。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玉璧城，它东西北3面皆是深沟巨壑，地势突兀，险峻天成。那么是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古城所在地？第一点就是根据各大历史典籍中记载的关于玉璧及玉璧古战场的相关说明。第二点就是对这里的土质进行化验，这边的泥土很多都是夯土结构的，这也就能够证明这里有一个城市，有城墙才能够有夯土结构。第3点，也就是最重要的，这里有一个万人冢，俗称的万人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让人胆战心惊和毛骨悚然。等一下，我们就去看看这个万人坑。今天就来到这个黄土地上面，探寻一下这个千年古城还剩下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往前走，这里属于南面，往前一走呢，就是北面，那个万人坑就在那边。现在这边风非常大，走到黄土地上面有一点就是不好，一起风，地上到处是灰尘，因为都是黄泥土嘛。这里就是万人坑。在公元546年的时候，当时的东魏和西魏在这个玉璧城下面进行了一场将近2个月的战争，伤亡人数差不多达到7万。后面战争结束之后，就把伤亡的人统一埋到一个墓冢里面。后面经过了1000多年的变化，这里呢又是黄土高原，下雨的话水土就会流掉，那些埋葬在里面的白骨就慢慢的露落出来。在这里就能够看到一些白骨被这些黄泥土包围着，这个只是万人坑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个更深处的黄泥土里面绝对还有白骨，因为这里埋葬了将近7万人。这个万人坑从底部到顶部大概是30余米，宽约10多米。这些白骨清晰可见，那其实就是雨水冲刷，这些黄泥土倒掉了，然后露出了一部分，这样看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寒意顿生。因为这里看到的就是这么多，而且是一层一层的，那证明当时埋葬的时候也是堆积起来的。大家想一想，这个是什么概念？可以说这个是惨不忍睹，也是让人黯然神伤的一件事情。按照《资治通鉴》记载，当年东魏苦攻凡50日，士卒、战死及病死者7万人，共为一冢，一将攻城万骨枯，此地空余万人冢。你想一想，当年来战场的那些男子啊，都是健壮男子，都是青年，远离家乡，远征作战，最后呢战死沙场，饮恨玉璧。到现在1400多年，尸骨呢未能入土为安，亡魂未能还乡归主，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给后人留下。他们当时打仗的这些士兵应该有2部分，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强迫的。自愿的就是因为当时属于战乱时期，他们作为家里的青壮年，当兵有军饷，能够养活一家人。如果是在家里务农，战乱的话可能没法生存，
想入朝为官就更不可能了。一是当时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上品无寒门，普通的老百姓想当官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点呢，读书也很难，当时书记大部分是掌握在那些门阀士族里面，你如果要读书，只能依靠他们，投奔他们。在这个古城里面再走一走，现在看到这里很多草，如果是冬天来的话，这里就跟光秃秃一样的。我们刚刚看了万人坑，现在再去找一下那个暗道。我们站在这里看远处那个墙壁，那些也是夯土结构的，也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一层一层。在下面以前是有一个地道口的，人可以看见，只不过这2年雨水比较多，下雨坍塌了，就把洞口覆盖住了。按照当地人讲，以前地道大概宽度的话是3尺，高约4、5尺，可容纳1人行走。传说此处原来并非是地道口，而是城内暗道塌陷所致。当年预备大战时，这里的守城官就命人专门修建了一条暗道，从城内一直通往城外。其实相当于就是说，如果说战事吃紧，快不行的，快守不住的话，就让家里人通过这个暗道安全转移。按照一些资料记载，这个暗道最后被工程方发现，于是他们就派士兵想从这个暗道进入城内，但是没想到这是一个陷阱，那些进入到暗道的士兵全部被消灭。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里面还有一些废弃的那些武器、盔甲等等。这个地道呢，是南北朝时期攻坚战的历史见证，也是迄今我国时间较早、保存较好的古代地道战的实物遗存。只不过非常可惜，现在进不去啊。我在想一个问题，这一块白天来还好，晚上你敢不敢来？我估计很多人不敢，天黑之前一定要离开。因为说真的，你白天一个人站在这里都感觉有点瘆人，有点凉风习习的，晚上就更不用讲了。所以这里才基本没什么房屋，没什么人居住在这里。